端午节要到了，对，那对你的家庭而言，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？可以形容给我们听吗？它变成了一个生意的时候，我们对于这个文化也是跟普通人也不一样。我们在季节的时候是特别帮别人绑粽子，是度过这个季节。我们全家1年1次都会聚在一起，特别就是来绑个粽子。粽子绑到几点啊？从6点早晨开始，然后晚上到4点多，所以一天有2到3个小时的睡眠。哇，也就是说你今天跟我们聊天，你只睡了2到3小时。是的，所以你看我眼睛。全家人都在包粽子，包从6点早上清晨一直包到凌晨4点。一天至少要绑4000粒粽子。一天4000粒，绑多久？其实我们开始绑的时候是5月头。哇，一直绑到端午节。对，过后。哦。全球的观众朋友你好，虽然大家都觉得新加坡是一个相当洋化的地方、洋气的地方，实际上不是的。在我们新加坡，很多人都很在乎中华文化，也很在乎一种传统的感觉。像这间金珠粽子文物馆，那么这是谁的杰作呢？就是在我身边，我第2次跟他见面的鼎祥。鼎祥你好，你好。那么端午节在这个文化上面，很多小学都教的什么为了要纪念这个屈原，实际上它还有一个更大爱，就是跟季节有关系。是的，是的。迎接夏天的来临，然后呢，防蚊虫啦，防疾病啦，大家又能够在一起包粽子，欢迎一个季节的改变。今天我们在这里呢，要做的就是一起来包娘惹粽。那么今天我们要跟全球的观众朋友讲，这只有在我们东南亚才能吃到，或者下次你来新加坡观光的时候，可以到金珠粽子这边来看看他们的特别的一个产品，就是娘惹粽。娘惹粽是说不要惹到娘子的粽子呢，还是说什么样叫娘惹粽呢？我现在请你解释一下好不好？娘惹就是马来语就是 Nyonya。那么男孩子就叫爸爸。娘惹粽为什么会叫做娘惹粽呢？是因为起初我们华人来到东南亚这一带的时候，就没有办法找到竹叶是来绑粽子。像竹叶那么大的叶子，新加坡还有什么香类的叶子可以用呢？就是我们新加坡那个香兰叶，还是斑兰。哦，那香兰叶的叶面比较大还是比较小？长形的。长形。新加坡呢，我们的香兰叶是非常大。只有在新加坡才能找到大叶的香兰叶，那么也是有原因的。为什么？是因为我们香兰叶是从马来西亚进口过来的。哦。马来西亚呢，他们绑的那个娘惹粽呢，是用小的叶子，也是有原因。为什么他们用小的香兰叶，我们用大的叶子？哦，新加坡的娘惹粽是大片叶子香兰叶，然后马来西亚的是小片的。那今天我们用的这个是竹叶。竹叶。是为了示范的原因，我们就用竹叶来教你们怎么绑粽。是，那这个香兰叶除了这个叶子比较特别以外，娘惹粽应该是它的馅也是很特别的，对不对？是的，很特别的。那可不可以讲一讲？想象中，其实我们娘惹的人穿服装的时候都希望可以苗条，身体都是很美丽的，对吗？原因，所以他们吃的东西都很讲究。是。那么你看呢？我们这个馅里面呢有些白点，对吗？是，肥肉啊？哦，那不是肥肉。哦，不是肥肉。其实那个是冬瓜条。好香哦。是的。老板，这是你亲自调的吗？是我妈妈特别调的。我懂了，就是为了让它有那种感觉有点像肥肉，但是又不胖。对。所以就放了冬瓜来代替。对。好聪明哦。然后呢，它是有甜味的，对不对？是的，它甜味原本是从那个冬瓜条来的。那我想问一下，娘惹粽的这个馅有没有什么东西一定要放，不放了就不是娘惹粽了？
其实那就是那个我们叫果冻吧这些，还有五香粉这些都是盐水啊，盐水粉哦，盐水粉，你看妈妈在就好，盐水粉哦，还有就是还有一些我你刚讲们家族的秘方不能透露。哦，怪不得这么香，原来是有家族秘方，哎，真的很香哎，你闻闻看，宝贝你闻一下。哇，宝贝真的吸气啊！宝贝，哇，真的。等一下我们可以吃哦。然后那个米呢？米其实也是普通的那个糯米，但是我们的糯米特别是因为你如果靠近开一点的话，我们是那个糯米是完全白性的，白性的，我们没有透明的米。所以这个糯米呢是特别选出来的。从哪个国家带来的？泰国。我看一下你说的那个。没有，就是说就是完全就是白色的纯糯米纯糯米哦，纯糯米哦。那其他的有放吗？有放夹杂其他的东西是吗？只有这个是。哦，好棒哦。对。好，那包这个娘惹粽所用的绳子啊，有没有特别的要求？其实很早期以前我们都是用那种小型的麻绳。那现在因为有不同种类的粽子，是为了要分辨不同类的那个粽子，我们就红线就是代表娘惹粽。哦，红色就代表娘惹粽了。是金珠还是全东南亚的？金珠。来金珠买娘惹粽是看红线的哈，千里姻缘红线牵，好吗哈？然后我想问一下，就是说，这个娘惹粽，我看到他们有一些放蓝色的那个东西，那是什么？那个其实就是叫蝴蝶花。蓝色的，很早期以前我们现在要做的比较多，所以没有办法可以放那个蓝色。以前粽子呢，他们是那个米拿去蒸了，就放那个蓝色的那个颜色上去。哦，蝴蝶花的颜色，然后再压上去，再放肉，还有再多一层米，再拿去蒸。哦，怪不得我在网上看的时候，看到娘惹粽，它有一个蓝色的，我就想，哎，好特别。现在很难做出那个蓝色的那个彩色，是因为我们的米是还没煮的，所以了解了颜色。是好，现在我们就开始学习。是叶子呢有2面，有滑的，还有粗的。我们要用的是滑的。好，来。一人要拿2个叶子2个叶子。要一大一小还是没有关系？没关系的。那如果说我们看到叶子有一点损坏，我们还是可以用的，对不对？哦，是可以的。第2个步骤就是有注意到，其实叶子有硬的一面，还有软的一面。好，2个叶子，所以要软的一面，就是2面都要这样子。那个硬的就相对面，一头一尾，一头一尾，然后2面都是要滑的那一面，滑的那一面，2面都是要滑的那一面。好，一起还是分开？放在一起这样子，放在一起，对。你看我这样子对吗？对。那其实我要推它上来一点。下面对，看到吗？就是这样子推过来，还是拉过来对。哇，我可以告诉你一个秘密，我人生第一次学包粽子，还没有过，第一次。这样可以。那么第2个步骤呢，其实会比较困难一点。如果你第一次绑的话，看到我手指在这里对吗？我这边有推过去，那凹进来，我凹的那个步骤的时候，这边要有这个。要有这个，这样吗？哦，这个太多了，太多了，太多了，这样，会推大。差不多了。你看，你叶子要向上往，不能这样子。这个就像白兔，我们白兔的在跳。哦，哎，你长得像白兔哎，我长得不像白兔，我长得像牛角。就这样子，要对，就这样子。就这样就可以了。好。哦，它要把它形成一个漏斗状，可以放米。为什么这个是很重要呢？是因为煮的时候是希望那个米不会跑出来。因为米煮的时候它会膨胀起来，对吗？它一有动的时候，它会找地方跑出。这样其实大的都无所谓了，还是可以绑的。太可以了，太大了。那你要绑米的话，小一点会比较好。哇，我们对着镜头给他看一下。非常好，然后我们拿的时候就像你一样，这个长的向前，然后漏斗的部分向了自己，对不对？对，就这样子。
会有个枪的一个手势嘛，这样子。是枪的手势。这样放出。哦，好。那我们等一下还有一个架子，这样要绑绳子的。好像不在这里哦，原来是这样。那下面我们就要夹着它，对吧？啊，对，就这样子。然后我们放米的时候很重要的是你要铺上去，这样子，好像放成面包这样子，不要放。不是放多多。对，一层就好。来，你们放米，放米的时候不要放太多，这就要铺上去，要铺上去就好。一茶匙啊，就铺上去，啊，铺上去。这样子。放肉。就慷慨一点，放一个很大汤匙的肉蟹。哦，可以米放的多，肉放的少吗？因为有些人喜欢这样。其实米膨胀是很厉害的，给它平啊。对，不能放太多。所以其实肉要放多一点。对。肉的步骤就是放一层，就这样子盖起来，盖上去，这样子就好了。这样就够了，不用太多米。是。就这样子。哦，不用把它盖到完。不用。哦，不用。好，这样及格吗？及格了。及格哈。只是不要压上去，就不要，就是铺上去啊！哎呀，我那上去就可以了。没关系，都可以。放心啊，铺好就可以了，不要压。不要压，这样铺过去好了。铺上去，其实就是撒上去，把它好周围撒上去就可以了。人家盖得到。啊，这样就够了，对了。我今天这样真的感觉到哈，这些妈妈煮饭煮了很多年啊，包粽子可能还是第一次哎。好，我们现在呢就进展到了先放米，然后往前铺，再放馅，然后呢再放一层米就可以了。就是很重要的那个步骤，就是要怎么盖，对吗？我折法不是压下去的，只是折，看到吗？折，不要压。不要压，千万不可以压，因为你煮那个粽子的时候，你要给它空间，给那个米可以。是，就折就好了。折下去，看到我手势吗？我用2个手指这样子压在它旁边，看到这条线吗？导播救命啊，好难哦！好难哦！你不要压下去，你就是直接折上去。折，对吗？然后看到这条线吗？就是凹下去，跟这条线在一起。好，然后我要凹这个叶子上去。凹到哪上去啊？你看哦，这条线，你看这条线吗？这边还有多一条线，对吗？是。凹跟着那个线上去。太神奇了。那个。太神奇了，我包的像个4方块一样。不简单，真的不容易耶。包好过，我们就可以绑了，就这样子。我们现在怎么样绑哈？这个很容易的。那么你看我的手法，4只那个手指加上去，不要给它的那个叶子跑出来。是。绕一圈，你们看得到吗？然后绑住，它就其实会吊住了，对吗？是。然后再绑多一个。需要拉紧吗？就这样子。不用拉紧，这样才行啊。哎，好结实哎，非常结实。他包的粽子很结实，这种男人可以嫁的。其实活的，对。其实你看它的包法，只要是你能绑到它的那个叶子的这个角，对吗？它就不会出来。哎，我想问你，鼎祥，你学这样包粽子学了多久？因为我今天有点没有自信了。没有，我本来还想说，我包了，然后就煮给大家吃，然后就送给你吃。结果发现到我连包那个样都包不好。你包多久才包起来的？我呢跟家人。你练多久？从小到大，从小开始其实是我们要学怎么洗叶子，是，然后怎么帮人家绑绳子。然后再来能自己来绑。包粽子其实，你觉得包粽子很重要的就是一定要对准那条线，对吧？对。好。为什么呢？是因为那个馅还有料都很好，但是绑出来的粽子也必须是要美的。那我们大概这样一略生，就是这全部可以包几个？50个。对。那一次下锅是50个？没有，一次下锅我们的炉蛮大的，可以下800个。哇，一次下锅可以下800个啊！哇，真好。我们今天有没有娘惹粽子？有啊，都帮你们准备好了。太好了，这个就要鼓掌了。煮多久的时间？ 2个小时。
2个小时，哇，真的是不容易煮。2个小时过后还要吊半个小时，让它凉，对，凉了之后就可以了。对。我想问一下，我们煮好之后打开来，用竹筷子吃还是用汤匙吃，会不会影响到它的那个口感？其实都不会啦，但是最原始的还是从叶子这样子吃，直接这样吃，对。我是习惯再拿一个汤匙，然后再来哦。那粽子就是要热热的吃才好，对不对？其实重要的是，如果是好吃的粽子，它凉了之后吃，你吃得到它的味道，那是最好的。哦，原来粽子如果凉了还是好吃的，那才是真正很棒的粽子，是不是？哇，真的很好。好，我们一会儿就要吃粽子了。刚才呢，鼎祥说啊，这个粽子啊凉了以后吃呢，还是很好吃的，就表示是好粽子。因为这个粽子不是很热了，有一点点凉意。我们看看，我不是做广告哦，真的很香，很香很香，太好了，而且很扎实哎。拍的时候是这样子，很扎实，对不对？哇哦，来干杯！行，其实可以大口这样咬的。真的啊哦。还有茶喝，很棒。力的呼声，让你的生活更美好。